今天我们要聊一件很多人不好意思提，但关乎健康生死的大事。上厕所时大号的异常迹象，别觉得恶心或无趣，因为你的大便其实是身体给你的健康预警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发现马桶里的排泄物出现了3种奇怪的变化，漂浮不沉，油光闪闪，颜色灰白，千万别掉以轻心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马桶讯号，可能是号称癌中之王的胰脏癌在悄悄拉响警报，一个都不能忽视。让我们深入探讨这3个令人细思极恐的迹象，以及它们背后的身体秘密吧。首先要认识一下胰脏。胰脏是一个低调又重要的器官，躲在胃的后方，长条扁扁的样子。别看它存在感不高，作用可大了。胰脏就像体内的化学工厂和控制中心，一方面每天默默制造消化酶，帮助你分解食物中的脂肪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另一方面又充当内分泌高手，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。吃进去的营养能不能被吸收，血糖会不会失控，全仰赖胰脏默默付出。平常我们感受不到胰脏的存在，因为它很少闹情绪。然而一旦胰脏出了问题，特别是长了恶性肿瘤胰脏癌，它却往往不像心脏病发那样剧烈疼痛，而是沉默地埋伏着。等你发现不对劲时，常常癌细胞已经悄悄扩散开来。也因此，胰脏癌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，被人闻之色遍地，称作沉默杀手，甚至有个更响亮的名号叫癌王，因为它实在太凶险了。确诊时多半已是晚期，治疗困难，死亡率极高。你也许好奇，胰脏癌到底多厉害？数据会说话。根据统计，在台湾胰脏癌已跃升癌症死亡原因。第7名注2022年卫生统计资料，胰脏癌患者确诊后，至少有70%以上1年内离世，5年存活率更不到 5%。这么残酷的数字，难怪胰脏癌被封为癌中之王。许多名人都难逃他的魔掌，苹果创办人贾伯斯，法国时尚大师老佛爷，歌剧名家帕华洛蒂，台湾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人，资深艺人八哥，一长串名字背后是一场场令人唏嘘的生命故事。可见无论财富地位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胰脏癌面前都一样脆弱。更可怕的是，胰脏癌的发病率正逐年攀升，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。以前好发于60-70岁族群的胰脏癌，现在40、50岁甚至30多岁的患者也时有所闻。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。既然胰脏癌如此致命，又这么难及早察觉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关键就在于捕捉身体发出的任何微小求救讯号。胰脏深藏在腹部中央，它自己不会喊痛，但它出问题后，身体有时会用一些奇特的方式暗示给你。其中最值得注意，普罗大众也比较看得到的线索，就藏在我们每天都会产出的废弃物里，粪便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虽然大便看起来很不起眼，往往一冲马桶就再也不想见到，但它其实是反映体内状况的一面镜子。消化道每天的辛勤劳动、食物的去向和营养吸收情况，都会在马桶里留下线索。特别是当胰脏出了状况时，大便的外观和性质可能发生明显改变。现在就让我们像侦探一样，来仔细盘点胰脏癌潜在的3大线索，就在马桶中浮现的3种可疑情况。一般正常情况下，大便的密度比水稍高，所以通常会沉在马桶底部。如果偶尔吃了太多产气的食物，肚子胀气，排出的粪便夹杂较多气体，也可能飘一下下。但大部分人的便便是不会一直漂浮的，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大号每次都浮在水面上荡啊荡，好像一艘小船怎么也沉不下去，那就很反常了。这第一个怪现象，粪便漂浮，往往意味着粪便里包含了大量消化不良的东西。是什么让便便变轻盈了呢？主要有2个，内轨、脂肪和气体。我们的食物中，脂肪是最轻盈又最难溶于水的成分。如果吃下去的脂肪没有被好好消化吸收，就会混在粪便中一起排出。脂肪的密度比水低，而且油油的，还会粘着粪便，让它更轻松漂浮。除此之外，消化不良常伴随肠道细菌大宴会，食物残渣在大肠被细菌分解会产生气体，这些气泡也会困在粪便里，仿佛给便便装上了一堆小浮筒。脂肪加气体
双管齐下，就让你的便便摇身一变成了漂浮的小泡芙。想象一下，马桶里飘着的便便就像一艘载满油料和气球的船，怎能不浮起来呢？那么漂浮的便便和胰脏癌有何关联？其实这反映出一个关键问题，脂肪消化出了状况，而掌管脂肪消化的主力军就是胰脏分泌的胰酶。正常情况下，胰脏每天分泌大量胰液，其中富含脂肪酶等消化酶，浇灌进小肠后，立刻像士兵一样分解我们吃的油脂，把大分子的脂肪切割成小分子，好让肠壁吸收。如果胰脏出了问题，胰酶供应不足，脂肪就分解不完全，大分子的油脂颗粒混着食糜一路向下，到达大肠还没被吸收，就只好原封不动随粪便出来了。胰脏癌正是可能导致胰液减少或排出受阻的元凶之一。生长中的肿瘤可能压迫胰管，让消化酶无法顺利进入肠道，或者癌细胞破坏正常胰脏组织，使酶分泌量大减。结果就是吃下去的脂肪打了白工，身体没吸收，通通跑进马桶里。你的便便因为含油量奇高，自然就轻飘飘飘起来。漂浮的便便就像胰脏在对你挥动小旗，脂肪没消化咯。当然，漂浮便便不一定100%就是胰脏癌，但它明确表示脂肪消化不良，偶尔1-2次也许只是饮食问题，比如猛吃了一顿肥猪肉，火锅加啤酒，肠胃一时招架不住，拉出几颗浮球也算正常。但如果接连多日甚至几周，大便次次漂浮，而且常伴随恶臭难闻，颜色变浅，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消化系统出了大问题，其中就包括胰脏功能受损。医学上有个专门名词叫脂肪泻，指的就是大便里脂肪含量过高的情况。脂肪泻的特征正是大便漂浮且气味特别臭，往往提示胰脏、肝脏或小肠吸收功能出了毛病。而胰脏癌正是可能导致脂肪泻的罪魁之一，所以千万别小看马桶里那些浮起来的便便，它很可能是在暗示你的胰脏正无声抗议，消化功能拉警报了。再来看看第二个诡异现象，大便油油的，马桶里竟漂着一层油花，这画面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，仿佛把一碗牛肉汤的浮油倒进了马桶。不仅如此，你可能还会发现粪便特别黏马桶，冲水一次冲不干净，还挂着油乎乎的残迹，刷马桶都费劲。这种油光闪闪的油腻粪便，其实和刚刚提到的漂浮便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根源都是体内有过多脂肪没有被消化吸收。刚才说了，胰脏酶不足会让脂肪白白流失，而这些没被处理的脂肪跑到大肠，混在排泄物里，自然就以油脂形态析出。于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就是马桶水面浮着油花，粪便表面亮晶晶，甚至还可能见到橘黄色或奶白色的油滴粘在便便上或水面，简直就像马桶里被倒进了一锅没洗干净的麻辣锅汤底。这样的景象正常吗？当然极不正常。健康人的粪便应该是呈型棕黄色，质地均匀的，不该带明显油脂。可以这么说，粪便出油几乎就是消化不良的代名词。特别典型的是刚才提到的脂肪泻，由于大量脂肪没被吸收，粪便不但轻浮难成，还会稀稀油油，油脂明显。许多人形容这类排便像拉出一坨没凝固的肥皂水，所到之处滑不拉搭，一片油亮，闻起来也异常刺鼻难闻，让人怀疑马桶是不是坏掉了。其实不是马桶的错，而是你的胰脏可能罢工了。想象一下，胰脏就像厨房里的油锅和清洁工，平时它把食物里的油炸得稀碎，再用酶把油污清洗干净，让营养乖乖被吸收，剩下的残渣才送去下水道，也就是大肠。可如果胰脏长了，肿瘤在捣乱，油锅的火可能熄了，清洁工也偷懒了，结果大量油污直接泼进下水道，马桶里当然到处是油。所以当你在马桶里看到油花四溢时，其实是胰脏在向你哭喊，我好像无法分解这么多油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时粪便出油不一定是明显的油花，也可能表现为粪便表面覆盖一层油亮的膜，或者整坨便便看起来泛着油光，用卫生纸一擦会留下一大片油渍。还有人会发现水面上漂着白色或黄色的颗粒状物质，那往往就是凝固的脂肪小球。无论哪种形式，
都是脂肪过多的信号。当然，跟漂浮一样，偶尔1、2次油腻便便可能只是吃太油导致的短暂现象，但只要反复出现，多次如此，就一定要追根究底，调查你的消化系统出了啥问题。除了胰脏癌，慢性胰脏炎也会引起胰酶不足，导致大便含油量高。另外，胆囊、肝脏的问题，如胆汁分泌或排泄不良，也可能让脂肪消化变差。所以，如果发生持续性的脂肪泻，医生通常会建议检查胰脏、肝胆等脏器功能。可见，粪便里冒油是身体在提醒你，脂肪没有被好好处理。而在中老年人中，特别要警惕胰脏方面的毛病，因为胰脏癌在消化系统掉链子这件事上，经常扮演幕后黑手。千万别以为拉肚子带点油无所谓，持续这样可是大事，赶紧就医抽丝剥茧，查明原因吧。最后一项，也是许多人一看到就会吓出一身冷汗的迹象，大便的颜色变得异常浅淡，甚至呈灰白色，宛如一坨陶土。一般人的粪便颜色多是黄色、黄棕色或深棕色，这是胆汁在发挥染色作用。没错，别看胆汁黄澄澄不起眼，它其实是你便便颜色的主要来源。食物残渣本来没什么颜色，但当胆囊排出的胆汁含渣混合，经过肠道细菌的加工，胆汁中的胆红素转化为棕色的尿胆素、原含粪胆素，就像染料一样把粪便染成黄棕色。我们每天大便会呈现漂亮的土黄色调，全靠胆汁这位染色师。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位染色师缺席了，没胆汁进入肠道，粪便就会失去色彩，变成灰白或陶土色。所以当你惊讶地发现马桶里的大便竟然灰白如石灰时，可以肯定你的胆汁没有正常到达肠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谁拦截了胆汁？在人体内有一条运送胆汁的主要管道，叫胆总管，就像公路一样连接着肝脏、胆囊和肠道。正常时候，胆汁从肝和胆囊流出，经由胆管源源不绝地送入12指肠，混合在食物中完成消化使命。而能让胆汁突然断流的情况并不多见，常见原因之一就是有东西堵住了胆管。例如，胆结石卡在胆总管出口，会直接堵住胆汁下流的路，又或者胰头部、胰脏的头部长了肿瘤，正好压迫住胆管，导致胆汁无法通过。是的，胰脏癌，特别是长在胰脏头部的癌，常常会侵犯或压迫邻近的胆管。因为胰脏的头部和胆总管贴得很近，胰头癌一长大，就仿佛路霸拦路，硬生生把胆汁通道给挤窄甚至堵死，胆汁出不来，憋回肝脏和胆囊，就会发生梗阻性黄疸。肝胆系统就像积木，压力过大，胆红素跑不进肠道，改道进入血液，全身皮肤开始泛黄，眼白变黄，小便颜色变成浓茶色，而大便却因为缺少胆汁而严重褪色，变成灰白色陶土样。这种情况一出现，几乎就是胆管被堵的警报。很多人对大便灰白这件事很陌生，甚至压根没听过。毕竟正常情况下，胆汁分泌和排泄都很顺畅，大便很少突然变白。但一旦出现，往往是重大问题的暗示。胰脏癌就是导致灰白便的最危险嫌疑人之一。我们常把这种灰白色粪便称为陶土样便，因为颜色像陶土。有人形容看到自己排出陶土便时，那种恐惧感仿佛看见鬼一样，怎么会排出这种颜色的大便？事实上，这就是身体在向你示警，可能有东西，例如肿瘤，堵住胆汁的出路了。需要强调的是，灰白便通常不会单独出现，几乎一定伴随黄疸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粪便变陶土色，你很可能已经发现自己皮肤发黄、眼睛发黄，甚至尿液颜色变深，这些都是黄疸的典型表现。而在中老年人中，无痛性的黄疸经常被医生高度怀疑是胰脏癌或胆管癌作祟，因为相比之下，胆结石堵胆管引起的黄疸通常会剧烈腹痛、胆绞痛，但癌症压迫胆管引起的黄疸很多时候不会马上痛，就只是黄得明显。这种看似不痛不痒的黄疸其实更危险，因为往往意味着癌症已经长成一定体积。所以当大便灰白加身体发黄的情况出现时，多半问题已经很严重，需要立刻就医。事实上，很多胰脏癌患者就是因为出现黄疸去医院检查，
才发现是胰头部位的癌肿瘤在作怪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大便变白是不是胰脏癌的前兆呢？老实说，当这么明显的灰白陶土便出现时，胰脏癌恐怕已经不是早期阶段了，很可能肿瘤已经不小，甚至已经压迫到胆管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在胰脏癌的所有症状里，灰白便和黄疸常常是最先出现或最明显的。因为许多胰脏癌在早期真的毫无感觉，既不痛也不痒，不像胃癌可能有溃疡痛，肺癌可能咳嗽吐血，胰脏癌往往悄无声息地长大，直到碰到了胆管这条敏感线，才突然引发黄疸被发现。也就是说，对很多患者而言，陶土色、大便和皮肤变黄，就是胰脏癌送出的第一封信号。虽然这封信来得晚了点，猛烈了些，但总比那些完全没发现就错过治疗时机的情况要好。至少看见这些迹象，你还有机会马上就医，争取治疗。顺带一提，有一种非常罕见但离奇的现象叫银色粪便，值得一提来增加大家的警觉。所谓银色粪便，指的是粪便呈现一种灰白夹杂黑色的奇特银灰色泽。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胆管几乎完全堵塞又伴随上消化道出血的时候。灰白是因为没有胆汁，黑色则是因为有消化后的旧血掺入，消化道出血会让粪便发黑，两者混在一起，就形成了看起来发亮的银灰色大便。这经常被认为是壶腹部肿瘤、胰头部附近的一种癌的典型表现，因为那类肿瘤既会阻断胆汁，又容易引发十二指肠溃疡出血。虽然银色粪便非常少见，但一旦出现，几乎可以确定有严重的胆道阻塞和肿瘤存在，被称为胆胰区肿瘤的招牌症状。简而言之，如果哪天大便颜色不仅灰白，还带点奇怪的黑或银灰色泽，情况更是10万火急，要立即就医检查。希望各位永远别遇到这种恐怖场景，但了解这个冷知识，在需要时可能救你一命。总结一下，我们讨论的马桶3大可疑讯号：漂浮的轻飘飘便便、油光满面的油腻便便，以及颜色灰白的陶土便便。这3种情况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是消化系统异常的重要提示，而如果不幸同时出现多种，比如又飘又油或油又白，那更要提高警觉，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胰脏的消化功能大幅受损，甚至胆道受阻，和胰脏癌的联系非常密切。我们的身体其实很聪明，当内部有危机时，会尽量发出一些信号提醒主人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。试想，胰脏躲在体内沉默是金，无法用疼痛引起你的注意，但它可以通过改变消化后产物的性质来求救，就好比一场无声的抗议，消化不良了，脂肪吸收不掉了，胆汁堵车了，这些信息都写在你的排泄物里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去看、去发现。可惜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对这些信号置若罔闻。的确，谁没事会盯着自己的便便仔细检查呢？大多数人都是解决完就冲掉，巴不得眼不见为净。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不少早期蛛丝马迹被错过，特别是现代人生活忙碌，饮食油腻、拉肚子、消化不良时有发生。很多人就算发现便便有点异样，也归咎于吃坏肚子，心想拉完就算了，拖延着不去检查。胰脏癌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大意，悄悄地从早期一步步发展成无可挽回的地步。一位50多岁的先生，平时身体不错，只是近2个月常拉肚子，大便有时浮在水面，也不好冲。但他以为是年纪大，肠胃差了，加上工作忙，一直没理会。直到有天照镜子，惊觉自己眼珠泛黄，皮肤发黄，才急忙就医，结果确诊胰脏癌，肝脏多处转移。听到这里是不是令人唏嘘？这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，而是胰脏癌病例中常见的遗憾。因为症状不典型，不痛不痒，就忽视了身体的呼救，等到典型症状出现时，已错过黄金治疗时机。那我们能怎么做来对抗这狡猾的杀手呢？首先就是培养观察自己排便情况的习惯，不需要每天拿着放大镜研究，但起码要知道自己平常的大便大致长什么样子，颜色、形状、气味、频率。一旦出现异常且持续存在，就别羞于启齿，及时就医检查。
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这三大迹象，任一出现都应该引起重视，更别提如果同时有2种以上。记住，身体往往用最平常不过的方式来告诉你不平常的状况，而作息饮食引起的小变化通常转瞬即逝，持续的改变才最危险。除了留意粪便本身具有胰脏癌高风险因子的人，更要提高警惕。哪些人属于高风险族群呢？举几个例子，有家族胰脏癌病史或遗传基因突变，例如 BRCA2 基因突变的人，长期抽烟喝酒的人，吸烟会大幅提高胰脏癌风险，酒精则容易导致慢性胰脏炎。有慢性胰脏炎或胰脏囊肿病史的人，患有糖尿病，尤其是近年突然出现糖尿病的中老年人，因为胰脏肿瘤可能干扰胰岛素分泌，导致血糖升高，以及体重超重、长期高脂高油饮食的人等等，这些因素都会增加胰脏负担或直接损伤胰脏细胞，使胰脏癌更有机可乘。如果你符合其中几项，又观察到前面说的粪便异常情况，一定要火速就医检查。即使没有明显症状，高风险族群也建议定期做健康检查，包括腹部、超音波、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等影像，还有抽血检验、肿瘤标志等。有些情况下，医生可能会安排内视镜、超音波或胆胰管镜检查，深入探查胰脏和胆管的状况。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怕检查发现不好的结果，就对身体异常视而不见。你拖得越久，胰脏癌如果存在，就长得越猖狂，治疗上胜算就越低。或许有人心存侥幸，我的大便一直好好的，就算胰脏长东西，应该也不会那么倒霉吧。但我们前面提过，胰脏癌早期真的太隐匿，不痛不痒才是常态。很多患者在确诊前几乎毫无察觉，直到体检或出现黄疸、剧痛才揭开真相，这时候通常已是晚期。医学上甚至还流传着一句话，胰脏癌一发现，人已一半入土，虽有些夸张，但也反映出胰脏癌存活率低的残酷现实。所以提高警觉绝非小题大做，而是自保之道。粪便的3大警讯是相对容易观察的，如果连这都不注意，那胰脏癌可真的要笑纳这份大义的礼物了。谈到治疗和预后，必须强调胰脏癌并非毫无办法可治，虽然大多数病例发现时已无法根治，但如果能在较早阶段发现，例如肿瘤还局限在胰脏内，尚未广泛转移，通过手术切除胰脏肿瘤，再配合化疗、标靶治疗等，还是有机会延长生命甚至治愈的。胰脏癌最好的治愈机会就是在肿瘤还小、还能开刀的时候，因此早期发现就变得极其重要。可惜胰脏癌没有像乳癌 X 光或大肠内视镜那样的普筛工具，靠的就是我们对自身症状的敏感和定期健检。刚才提到的那些轻微症状，比如食欲不振、消化不良、体重无故下降、腹部隐隐不适，甚至腰背酸痛等等，其实都可能是胰脏癌的早期表现，只是很容易被当作胃病、压力大或筋骨痛而忽略掉。在这些模糊症状当中，大便改变是一个客观且连续的指标，你每天都可以观察到它有没有持续异常，这比起偶尔的肚子痛更具参考价值。也因此我们才特别强调大便呈现的这3种迹象，因为一旦出现，9牛2虎都拉不回它们和胰脏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。或许这就是胰脏癌在黑暗中给你仅有的提示，千万不要充耳不闻。最后再以浅显的话叮咛一次，正常的便便应该是成型的棕黄色，不会长期漂浮，不会肉眼见油，更不会变灰白。如果你的排便持续偏离这个常态，浮得诡异，油得反常，白得吓人，那你的身体几乎可以确定在向你摇红旗示警。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不愿意面对可怕的疾病，但与其鸵鸟心态，不如勇敢监测自己的健康。别再对马桶里的异样视若无睹了，那可能是胰脏在向你求救。请记住，大便出现这3种情况，一个都不能忽视。当警报响起时，及早检查、及早诊断，就有机会阻止癌王的阴谋，守住自己的生命防线。从现在开始，善待你的胰脏，关注你的排便，或许某一天，正是你多看了马桶一眼的细心，救了自己一命。健康真的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连同那每天不起眼的马桶冲水声里，让我们提高警觉，
别让沉默的胰脏癌偷袭得逞。用行动告诉胰脏，你的每一次求救讯号我都收到了，不会再忽视。